小祖宗，你快看看，时间不多了。仙雾弥漫的莲花池边，一个糯米团子背着身，侧躺在玉阶上，撸着怀里的小花豹，语气烦闷。有什么好看的？还不都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？哼，不去。说是说，滴溜溜的圆眼睛却不觉得朝后一瞟一瞟的。没办法，谁让他们玉兽宗这金莲化身的小祖宗面皮薄呢？要是听见了，指不定恼羞成怒，不下凡历劫了呢。要不看看，小祖宗，你不是一直想要爹娘吗？这可是大长老专门用百年酒酿从司命那里换来的剧本，我让人专门画了他们的样貌，1比1还原。这是你爹、你娘、你祖母，还有几张是……哇，他们在闪闪发光耶！而且怎么感觉很熟悉呢？怎么就忘了这小祖宗最喜欢宝石一类发光的珠宝？这3个人颜值属实逆天，加上身份贵重，自然穿着比其他人更华贵。小祖宗，爹娘可看好了，剧情你记住了吗？凡界清苦，务必好好照顾自己。还有天道压制，你的法力全无，万事小心啊！放心吧，我绝对做爹娘的好乖乖，听话懂事不捣蛋。吹呀吹，一吹3年。北风呼啸。我记得我有爹娘啊。有个屁！你是老娘从臭水沟里捡的，正儿八经的小泥腿子，这辈子你都走不出这牛母村。还有啊，你叫牛昭昭，什么云昭昭，妄图跟京城淮阴侯一个姓，你哪来的脸呢？哼，才不是呢，我就叫云昭昭。嘿呦，你还敢还嘴？看我不嚼你的嘴！哼，小畜生气我，你们也气我，真当我是死的？看我今天不把你们都宰了做羊汤！说着看向3岁的小奶娃，眼珠邪性的一转。至于小的，找个日子发卖，神不知鬼不觉，我也好回京城痛快几天。洋洋，你去绊倒他！肥婆子一下扑倒在地，云昭昭哦，耶一声蹦到他肚子上，用小拳拳砸他。正高兴的时候，一个麻袋套下，跟着天旋地转的被扔上了马车，头顶传来一声低沉的哼笑，简短轻的好似气音，夹杂着不屑。大坏蛋，你在笑我？看见我刚刚的厉害了吗？不想挨揍就放了我。八成遇见人贩子了。齐萧大马金刀的坐着，看着麻袋上不断凸起的小脚印、小手印，眼眸微潮。你该感谢我，要不是我及时出现，就你这营养不良的小骨头架子，那老肥婆一屁股能坐死你。没错，这正是刚才陈阿嬷要做的事。哼，冻死我了，你还能卖出价钱吗？我在帮你，不用谢。给我等着，下车找抱抱，呼呼揍你。爹娘在哪里啊？马车一停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远大将军齐萧护右边陲，数次遇蛮夷来犯，为我国土，是大前不视其出的帅才，特赐监国摄政之职，在朕养病期间，代为处理国事。摄政王好大官威，骑马进城，就不怕御史参你一本功高盖主吗？御史何在？本王可否骑马进城？自然可以，摄政王的车马接走御道，监国期间等同皇帝亲临。这时后面的淮阴侯云骑清风霁月地走了出来。沈大人所言甚是，但二皇子是君，摄政王是臣，怎能越过军礼？下官认为不妥。
淮阴侯，你不出来，我倒是忘了。这次偶然路过淮安城外的牛务村，我有份大礼送你。摄政王何意？齐萧嘴角轻蔑，黑甲军扯过一老婆子扔在众人面前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阿嬷，你不是在回乡下帮我祈福，怎么会被摄政王？哼，淮阴侯看来还不知道呀。你有个3岁的幼女，被夫人弃养乡下，幸得本王相救，不然就被这贼婆子卖了。摄政王怎可妄言？小女就在这里，何来3岁幼女弃养乡下？摄政王堂堂大将军，可莫要空口白牙，乱说一气。淮阴侯忽视了夫人汗津津的脸色，全然把齐萧的话当成对他泼的脏水。他回头一瞅，小小的身影踮着脚悄悄越过车轮，竟然想跑。把他抓过来。放开我！放开我呀！大坏蛋，我跟你拼了！闹够了没有？这声音他认得。是大坏蛋，我和你拼了！袁昭昭满脸都是羊圈里打架的灰。咦，这个人不是那3幅画里黑色劲装，腰缠玉带，用金丝绣着云纹，端得华丽非凡，比画上还闪闪发光。哎，那是你爹淮阴侯云骥。云骥这个名字陈阿妈没少提。我可是侯爷夫人的奶妈子，让我来伺候你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照我说呀，还是夫人心善，留你一命。这秘密本就该被埋藏起来，以绝后患。你呀，小姐的身子丫鬟命，谁让天降红光不在夫人产房外，而在隔壁的师爷家？哼，认命吧，滚开，羊圈睡去，床和被子都给我。小泥腿子就该有小泥腿子的样，从今儿开始，你就叫牛昭昭。回忆渐渐清晰，云昭昭眼含期待地看向那个儒雅的中年男人，他会是自己爹吗？爹爹，爸。摄政王，本侯只此一女，云洛瑶，没有旁的女儿，你一定是弄错了。哦，是吗？侯爷，其实……孙姨忙蹲身。嬷嬷，你岁数大了，摔倒可怎么好？你的家人该担心了。陈阿嬷心下冷寒。是了，他儿子刚刚中举，想入礼部，还要侯爷托举呢。摄政王，奴婢作证，这小乞丐真和侯爷没有半点关系，是奴婢在村边捡的。摄政王，妾身知道你是好心，可孩子是妾身生的，难不成我会弄错不成？摄政王，本侯家事，不劳你操心了。当年之事疑点颇多，侯爷明心见性，就真的没怀疑。为何同天产女的师爷一家连夜就辞官归隐？这么多年来下落全无，为何不等你回来再？够了！韩军师，适才你说这些是何居心？爹爹，瑶瑶怕。哎呦，洛瑶郡主和那个小乞丐，明眼看着就知道谁是真的侯府千金。哎呦，可不，摄政王也是好心，说不定是被某些乡下的小泥腿子骗了。听说淮安地界常有难民流窜，这帮人啊，心眼多着呢。哥哥，我是爹的孩子，对不对？当然，我只有你一个妹妹。我只有洛瑶一个妹妹，你是野孩子，不是爹的孩子，滚回你的村里去！哼，我才不是野孩子，我也有爹，比你爹厉害得多。你撒谎！我爹是淮阴侯，你根本就没爹，你是野孩子，野孩子！爹，他欺负我！袁昭昭丧气地坐下，忽然鼻尖传来一丝檀香，清雅沉静，好闻得紧。哎呀，今天这是哪门子的风？竟然同时见到了摄政王和少傅大人。什么？你是说这马车载的是誉满京城，从小被称为神童，16岁考上状元，被天下文人追捧的南宫太傅之子南宫燕吗？那还有假？
算算日子，今天他是去护国寺和方丈下棋的日子。要不是了然方丈说他尘缘未了，以他在护国寺的地位，如今只怕是下一任住持了。云昭昭短短的手指摩挲着下巴，这么牛逼哄哄。爹！南宫雁还没说话，齐萧先被气笑了。哼，我和他谁是你爹？摄政王，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摄政王打了胜仗，把脑子丢在了战场了不成？快说，我和他，你选谁？刚才是你耳背，听不见我喊爹，那我喊二爹，你怎么还不高兴了？二爹？齐萧顿时欢乐了，这大爹他暂且当当也无妨。带上他。是，摄政王。南宫雁再看去，云昭昭已然跟车马入了城。少妇有礼，我是淮阴侯府洛阳，感恩了然方丈3年前一卦，不知可否捎带小女同往护国寺，当面冲方丈道谢。未经方丈允许，本官不便带人入寺，更何况是女眷。长安，走吧。云洛瑶臊红了脸，她带着记忆出生，1岁能言，3岁作诗，府中上下包括老祖母都拿她当宝，为何这气运之子一个两个都如此冷遇她？我离京这段日子，宫中可有何事是本王不知晓的？摄政王明鉴，奴家对您可是忠心耿耿，绝不敢有半点别的心思。齐萧批阅奏折，足足一盏茶的功夫，才再次开口，状似无意。起吧。谢摄政王。德妃那边有什么动静？回禀，还是老样子，想借淮阴侯之女护佑大钱的传言，大肆宣扬二皇子天命所归，估摸着贵妃七七下葬之后就要开始了。哼，护佑？那云洛瑶是趟过刀山血海，还是砍过敌军头颅？简直可笑。摄政王说的是。尽喜自小家穷，吃尽苦头，从不认为什么转身仙童能解救黎民苦难。正想着，手上一本折子让他多看了一眼。摄政王，是参六王爷的，说他母丧期间整日逗留宜春院，放荡形骸，举止不孝。随他去吧，机会销骨，众口铄金，是他老子该教他的，不是我。入夜，摄政王，您消瘦了。在外打仗还能养膘不成？那小东西怎么样了？哦，您是说小小姐啊？她跟韩军师玩了半下午了，问了您3趟了，晚上时还问起您来着，想同您一起吃饭。小小姐？是啊，不是摄政王您。在城外亲口承认的大爹吗？难不成误会了，没有认义女？把她带走。那陈阿嬷你应该知道怎么做。淮阴侯有动静前，先养在你府里。那怎么行？我那院子连个女婢都没有，如何照顾小孩？啊，爹啊，你不要我了吗？我是昭昭啊，3年没见，你舍得？齐萧咬牙看着腿上的挂件，再不松手，本王砍了你的爪子。云昭昭害怕了，猛然缩回手，腮帮子鼓鼓的，坐在地上倔强地瞪着他大坏蛋。你知道云记是你爹，对吗？云昭昭仰头看着他，半晌点头承认。那你为什么缠上我叫爹？抓昭昭的时候你也没问过我呀，洋洋不在，昭昭没地方去。带下去洗干净，别丢了我摄政王府的人。老嬷嬷心善，知道摄政王这是同意了。齐萧两臂伸展，泡在浴桶里，刚舒展的闭上眼，就听见一声声哭嚎，猫啼似的，糯叽叽的。去看看怎么回事。
禀王爷，昭昭小姐头发枯黄打结，怎么都梳不开，疼得直掉眼泪。那还不简单吗？给她剃了，重新长就是了。再然后，终于安静下来了。大坏蛋，我不要你当爹了，我要杨妈妈，我要回家。爹不认我，娘也不看我，原来他们已经有孩子了。昭昭生来就是没人爱的嘛，那来这里干嘛？渣爹不认昭昭，昭昭也不要他了。齐萧见他哭得伤心，心中泛起一丝陌生的酸涩。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把他搂进怀里，姿势僵硬地抱着了。大坏蛋，你干嘛？别哭了，那样的爹娘不要也罢。大坏蛋，你当我爹好不好？昭昭听话懂事不捣乱，会祝福你长命百岁的。哼，本王征战沙场，长命百岁，哼，怕是难呢。你不相信昭昭吗？昭昭真的很厉害的，是真的。罢了，您愿意叫就叫吧。当真？他有爹了，他终于有爹了。爹爹，快来讲故事睡觉觉。小东西，你放肆！我不叫小东西，阿爹要叫我昭昭。爹爹的怀抱真暖，比羊圈暖多了。竟敢拿它跟羊圈比，还香，一点都不臭。爹，爹，昭昭终于有爹了，昭昭有家了。3岁的奶团子迷迷糊糊睡着了。这一夜没有战场，没有厮杀，没有鲜血，安然平和，竟一夜无梦。翌日，云昭昭，你给我醒醒。云昭昭正做着梦，爹爹带她在云朵里飞呢，突然一声肚子咕噜噜叫，她加紧速度蹲喝奶补充能量。咋啥也喝不到。爹爹你又凶我，快点。我坏？你刚刚在干什么？你真想挨揍是不是？刚刚我在做梦喝奶啊，怎么啦？说话间，袁昭昭注意到他爹胸前血衣湿了一片。人家饿嘛，爹我错了，不打。来人！洗漱师婢几人早等在外面，推门进来时，却不想看见云昭昭在床上，俱惊讶不已。本王叫你们了吗？滚出去，让刘嬷嬷进来。王爷有何吩咐？你昨天给她吃了什么？为什么这么早就饿了？一点米粥，小姐才长了2颗乳牙，没办法咀嚼其他食物。奸臣已经派人去找乳娘了。多找几个，一个不够。不要，不是娘，不要。不要乳娘，那你要什么？爹喂，我只有爹，没有娘。爹喂奶我都吃，我不要别人的。好吧，羊奶也行。去安排。是王爷。哼，爹小气，吃口奶也生气，又没有还怪我。你说谁小气呢？爹吓我。可没一会儿，屋里又笑开了，好像被挠痒痒了。昭昭错了，爹不小气，爹爹大气。淮阴侯府，外面真这么传？郡主，何止传啊？是夫人的远房表妹玉婉儿亲口告诉我的。据说啊，剃了个光头，半寸都没留下。住院晚上还传来那小泥腿子的哭声呢。
袁洛瑶满意的弯起唇角。袁昭昭，想不到吧，在玉兽宗备受瞩目的你，在凡间竟然混得这么惨。啊，你怎么做事的？桃红梳子掉在地上。啊，郡主，怪我不好，实在是那个宝石太耀眼了，我一时好奇才多看了眼，扯痛了郡主，奴婢该死。袁洛瑶拿着珠花尖细的一端，一次次扎在桃红的手臂上。夫人安好。郡主呢？在屋里呢。记住，一个字都别说，清洗干净拿给我。是，郡主。门开了，桃红低着头问安后匆匆离去。这些个婢女是越发没规矩了，明日你好好调教一下，不然怎么伺候好郡主？是夫人。不用了，娘。娘操持府中钟会已然费心劳力，女儿不愿娘再累着，我自会管教他们。娘的乖乖，真是懂事啊。洛瑶，娘叮嘱过你，这娘胎里带的异宝绝不能轻易示人，这关系到咱们侯府和二皇子的前途运势，万不可疏忽。娘，昨天那个嬷嬷真的是你奶娘吗？可她为何不在府里伺候你，跑去乡下受罪，还照顾一个和我同岁的孩子？孙姨面色陡然一变。是了，连3岁的孩子都有疑问，那其他人不行，事不宜迟。洛瑶，一会儿女学师傅来，你好好上课，娘出去一趟。娘，昨天那个打了哥哥的小孩，我以后还会再见到他吗？娘也不知道。哦，这样啊。洛瑶不愿姐爹爹生气，如果有机会还是见一面的好，告诉他真的认错爹了。华阴侯怎么会是他爹呢？傍晚，何爷爷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这院子里这么多事，你都能安排好，真棒！还有刘嬷嬷，你做的蛋羹太好吃了，昭昭可喜欢了，肚肚都鼓起来了。哎呦，我的小姐，这嘴儿也太甜了。嘿，爹爹回来啦！爹爹好厉害，真好玩。爹爹，今天刘嬷嬷给我穿了新棉袄了，可暖和了，昭昭都不冷了。还有，今天中午你没回来，昭昭让何爷爷给你留了饭。昭昭想爹爹，爹爹今天有没有想我呀？夕阳下，齐萧还能清楚地看见小家伙脸上的绒毛，心头柔软，虽没回答，但还是轻轻点了下头。好耶！我就知道爹爹也想我了，我们赶紧吃饭去吧，昭昭早饿了。总看我干什么？爹好看。你个小马屁精，世人都知道王爷右脸受过伤，你还没见过内侧，怎？筷子拍在桌上，齐萧眼神发冷。才不是马屁精呢，爹爹的脸我见过的，是最好看的。那陈婆子如何了？侯府可有动手？本和王爷料想一样，孙姨估摸怕打草惊蛇，没敢第一时间下手，但今天晌午她突然改变了主意，而且下手极快，还有大内侍卫在一旁善后。你是说？没错，王爷，我怀疑王府内有内应，不然国丧期间孙姨没那么快进宫联系上德妃，把事情处理得这么干净，除非他们一早就知道咱们要出手。王爷，如今你身处高位，周边多的是居心叵测的小人，这时候要是被人捏住了把柄，查就是了。你什么时候这么沉不住气了？这时袁昭昭突然开口：爹爹，我知道谁是奸细哦。昭昭，你知道什么是奸细吗？既然你这么厉害，那你说是谁？是一个叫玉婉儿的人，他说与其勾搭邪界那个太监，不如为自己谋个好前程，是他把消息传递出去，而且对方还给了他200两银票，说只要他为娘娘办事，以后册封他为摄政王侧妃。
这话谁告诉你的？小鹦鹉啊，它飞来飞去的，院子里什么事都知道。厨房胖婶昨晚偷吃了一个烧鸡，非说让猫叼走了。看他们的春婶喜欢收藏女孩子的什么肚兜呀，她现在自己身上还穿着呢。哦，对了，小鹦鹉还说管家爷爷最近牙疼，都吃不下东西。我现在要去找刘嬷嬷，让她做蛋羹给何爷爷吃。韩烨领命，忙出去办事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韩烨跑了进来。200两银票汇通钱庄的，孙家的产业就藏在玉婉儿的枕心里，还有春生也确实穿着。今天的事情不许传出去，你退下吧。是王爷。叶幕低垂。站好，我有话要问你。云昭昭在床榻边歪歪脑袋。你能听懂兽语？是的呀，而且他们都很听昭昭的话哦。既如此，为什么不走，一直待在牛雾村里？我以为爹娘会来找我。你是傻子吗？那样的爹娘有什么好等的？越是被人厌弃，就越要好好的活给他们看。你的人生怎能被那些垃圾定义？你是我齐萧的女儿，走到哪里都要挺胸抬头，听见了吗？云昭昭抱着齐萧不撒手，打着哭嗝，没一会儿又笑出了个鼻涕泡，把本还在哄的齐萧弄得哭笑不得。脏死了还不松手？才不要，爹爹喜欢昭昭，爹爹不嫌弃我。爹爹，把面具拿下来吧，晚上睡觉不舒服的。齐萧脸色一僵，看了眼他，无声拒绝。去，拿着小布偶找刘嬷嬷睡去。男女有别，王府有王府的规矩。你……他沉浸在思绪中，丝毫没注意某个调皮的小崽子已经爬上床了。爹爹不嫌弃我，昭昭也不嫌弃爹爹，在昭昭心里，爹爹最帅了。齐萧怔然片刻，就这个当间，右脸的银色面具已然松动滑下。放肆！云昭昭，你……昭昭真的生气了，是谁伤害爹爹？昭昭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爹爹，痛痛飞，痛痛飞，昭昭很厉害的，以后保护爹爹，绝不让爹爹再被欺负。第二日，云昭昭醒的时候，齐萧已经不在了。哇，这是什么？王爷果然宠小小姐。这藏青石听说能引领牧民在沙漠寻找水源，还能避蚊虫去瘴气，是蛮夷的国宝呢。我就说爹爹跟我天下第一好嘛，既然爹爹送了礼物，我也要还礼才对。王爷，小主子收到礼物高兴坏了，一早上叽叽喳喳，还说也要送您礼物呢。赤侍卫口中的小主子，可是王爷新认的那个义女？什么义女？那是本王亲生的。恭贺摄政王有个这么贴心的郡主。郡主？齐萧眉梢愉悦。行，算本王没有白器重你，去办吧。谢摄政王赏识，奴才一定办好。与此同时，本宫说过，这件事关乎二皇子，你怎可如此优柔寡断？姑母，那孩子毕竟是我生的，我真的下不了手。哼，你可知月婉儿昨天在乱葬岗被人五马分尸，挖肝掏肺，今早被野狗啃食的只剩下白骨了。什么？怡儿，如今允儿和淮阴侯府是一条船上的，齐萧的手段你应该也清楚了，该怎么做不用我再多说了。我只告诉你，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。洛瑶和那孩子只能活一个。姑母，我明白了。他人呢？今天一天做了什么？王爷问的是……还能有谁啊？
本王的宝贝蛋儿，那皮猴子。王爷，昭昭找我要了罐子、文根草，还去了库房要了黄芪和麝香，在后院鼓捣了一整天呢。麝香？难道是香包吗？齐萧大步跨进后院，屋里突然砰的一声轰响，浓烟滚滚。昭昭，你们就是这么照顾小主子的，萧石也敢给他？王爷息怒！王爷息怒！咦，爹爹别怪他们，是我找阿黄偷拿的。3岁玩火，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我有啊，我这可是为了给爹爹还礼，我炼药技术很高的，就是这个罐子不太趁手。爹，给点钱，明天我出门给你买个好的保管。寻昭。齐萧算是体会了把七窍生烟。哼，终于知道怕。我的头发，我新长的几根毛怎么都摸不见了。袁昭昭火急火燎地往主院跑，镜子，她需要镜子。别找了，都崩掉了。爹爹什么都不懂，没有头发，我就是不完整的小孩子。晚上，下次再不许干那么危险的事情。可是我要炼药啊，昭昭还要给爹爹治脸呢。那就是你要送我的礼物吗？是啊，昭昭可厉害了，这个礼物你喜欢吗？说到最后，已经闭眼睡着了。由于刚炸了后院，袁昭昭乖巧了几日。雨林院，打听清楚了，爷真的没去蒋介儿那里。回禀主子，没有。最近摄政王都宿在主院，那里下人嘴严得很，奴婢使了大价钱才探到消息。最近王爷一直陪着那个义女，连睡觉都亲自哄着。爷是什么人，怎能放低姿态做这样的事？我不信，我现在就要去看看那小孩到底是何方神圣。姨娘，不如这样。主院外，何管家，劳烦通报王爷一声，妾身来送参汤。冯姨娘，王爷不在。不在？可今儿是休沐啊。王爷如今是摄政王，要处理朝中的大小事，自然比以往更忙。实则是王爷想给昭昭一个惊喜，进宫处理请封郡主的事儿了。何管家，听说王爷新认个义女，这是我亲手做的点心，我去拿给她尝尝。不巧，萧小姐上街了，这食盒我先代为收下，待她回来一定转达冯姨娘的心意。另一边，嬷嬷，就是这里。昭昭啊，你识字？不啊，昭昭一个字也不认识。小小姐头上戴的帽子，要是我没看错，是用极品白狐的皮做的吧？是的呀，爹爹说戴了帽子就不许再提那几根毛的事。那小小姐想买什么呢？再贵些的，要你们这里最好的陶罐，昭昭有钱。二位请看，这是我爷爷那辈匠人做的，一直没寻到个有缘人。今日要是小小姐中意了，500两我就出了。什么嘛，不就是个普通烧罐，只不过厚实了点儿。小小姐这是不满意？犀牛留香炉而已，烧罐中顶多算是一个中下品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个矮人也傻？东家傻眼，这小娃看样子才3岁吧，因此不敢糊弄，给了个实在价。街上的人越来越多，突然听见2只小土狗在说话。真要自杀，狗不骗狗，不信。咦，谁要自杀？带我去看看。汪一声往前跑去，就这样，最后在一个山坡前停住了。累死昭昭了。爹娘，孩儿不孝，
辜负你们的期望了，下辈子孩儿再报答。停下，昭昭来了。你先等等，昭昭能量不够了。说着，仰头吨一口气灌了一瓶奶。你是谁？我叫云昭昭，小哥哥，你干嘛想不开要自杀？尤征惊得目瞪口呆，他怎么会知道？小妹妹，你走吧。漂亮哥哥别死了，死了爹娘该伤心了。可我实在撑不住了。你也跟昭昭一样，吃不饱穿不暖，被赶去羊圈睡觉吗？这帮大人太坏了。你说你爹娘这么对你？没有爹娘啊，昭昭自己在羊圈里长大的。不过昭昭现在有爹爹了，虽然偶尔凶凶的，可是对昭昭很好。袁昭昭见他不说话，问他：小哥哥，你不相信我吗？好吧，我就让你一个人看哦，事后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哦。然后在尤征好奇的目光中，两只小手快速地拿下帽子，然后1秒后又戴了回去。看清了吧，这下信了吧？嬷嬷说昭昭以前没有吃有营养的东西，所以头发跟枯草似的，不剃不行。我信。那就好，昭昭不骗漂亮哥哥。公子，你让我买墨，怎么不等等我？我推你来看风景多好。坏了，嬷嬷找不到我，该着急了。小哥哥再见，昭昭该回家了，你要好好的哟。我们走吧，我想爹娘了。是，公子。就在车拐过街角的时候，尤征好像听见了狗叫声。去，拿过那包，是那个小妹妹的，再顺着前面去找找。是，公子。与此同时，摄政王府的人都找疯了。管家，街头巷尾都找了，就是看不见小小姐。我也逢人打听了，说是都没看到。今天是集，街上人太多，现在才堪堪散去。我另派了些人去城外。光是去城外还不行，你们几个这就跟我进宫去找王爷，其他人继续找。齐萧听见来报，去，吩咐9门提督赵印，关城门，一个人都不准出城，把京畿6营的人都给我调来，全城搜索。是，摄政王。哼，小娃子，别给捂死了，早晚都要死。不过确实不能死在这儿。妈的，也真是晦气。摄政王府的人动作够快，不然咱们现在早出城了。走吧，去跟夫人复命。淮阴侯府主母院里，你是说外面都是摄政王的人？那孩子还带回府了？是，夫人别怕，夫人放心，大内侍卫做得干净，没人会怀疑到侯府。到了晚上，摄政王断定这孩子丢了，自然会打开城门，到时一切就摆脱嬷嬷了。只是这事千万不能让侯爷知道。夫人安心便是。哦，别叫了，以前吃不饱的时候不也没事吗？怎么才刚过2天好日子，就这般没出息了？谢谢叔叔，这个我吃不饱，你留着吧。反正我出不去，不如我们来做游戏吧，这样就能忘了饿了。就这样，一人一鼠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，还交流着八卦。不行了，饿出金元宝了。爹爹怎么还没来啊？你守在外面，不许别人靠近。是，郡主。郡主，原来你已经醒了，见到我你不惊讶吗？这是我们第2次，不，准确的说，我们很久没见了。听不懂，说人话。谁准你这么跟我说话？我是郡主，你见我要磕头行礼。才不要，你是坏蛋。你是从哪里偷来的？血狐皮，
你小泥腿子的身份怎么佩戴？我不是小泥腿子，我是云昭昭，爹爹的孩子。他嘴里的爹爹自然指齐萧，袁洛瑶却误会成袁纪，气得上去想要推他，被推了个屁墩儿，帽子也被抢走，戴在了对方头上。原来传言是真的，你被摄政王剃了光头，还敢偷窃王府的雪狐皮帽，罪加一等，你完蛋了。叔叔上，明白。咬死你，咬死你，让你欺负我朋友！啊，什么东西？救命！救命！老鼠，有老鼠！嘿嘿，干得好！袁昭昭上去推倒袁洛瑶，抢回帽子，顺带踩了他2脚。不用谢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说完，快速跟着鼠鼠跑出去了。不想死的话，就赶紧把他追回来，找几个咱们院里的人秘密修饰，千万别闹大动静。叔叔，你真是太棒了！吃饱了才有力气立即开干，那必须的。趁着没人，你多吃点。我平时最烦那个君主，臭得要死，我总在他燕窝里撒尿。呵呵，叔叔，咱们果然很合拍。以前有个嬷嬷欺负我，我也是让小妖那么干的。哇，好甜，好好喝。叔叔，剩下半碗给你。没一会儿，整个厨房就被饭腾了个遍。你们先了，让你们使唤，烦我，哼，绝对没安好心。你是谁？鬼鬼祟祟在那干嘛呢？袁哲刚下学堂，饿得来厨房找吃的。是你？你怎么敢来我家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捆了！说着，便想要动手来抓人。哎呦，你又偷袭！废话，不然等着等你抓嘛！都给我围过去，是比抓猪那野杂种。是少爷。哎，发生何事啊？不知道老爷马上回来了吗？乱糟糟的，成何体统？管家呢？哎呦，夫人，后院柴房不知怎的来了个野孩子，打了郡主和陶红不说，刚刚骑着猪把少爷撞池子里了。野孩子骑猪？猪猪，你太厉害了！你快点，我们回家找爹爹去。哎呦，快把那个野杂种给我拿下！敢打我乖孙儿，看我不惩治他！别，打不着！袁昭昭简直玩疯了，抱着猪猪的脖子，眼看就要跑到侯府门口。侯爷，你今日回来这么早？夫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夫君，我……你还侯爷呢？你这还不明白吗？你夫人当街派人把我抓回来，然后还让人欺负我。你胡说！你这个野杂种，是你动手，你还敢先告状？不然呢？等你动手打了我，我还能还手吗？我又不傻。来人，带少爷回去更衣，再让厨房熬碗姜汤。我不去，我今天非要看爹打他不可。儿啊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顾着面子？这小玩意儿就是之前在城外给你难堪的野杂种吧？今天云哲他娘做的对，把他抓来惩治一番，也好让京里人看看，你淮阴侯可不是那些泥腿子能攀上的。咦，老太太，你不就是淮安郡牛务坊种地出身的吗？为什么要骂自己呢？老太太，你这是不是就叫忘本呀？捂住他的嘴！小杂种，竟然如此牙尖嘴利，难怪那天被摄政王找来，故意给我儿难堪。王爷，二皇子一党日夜盼着拿你的错处，你如今没有证据，要是真带兵闯入淮阴侯府，明早弹劾你的折子，定然送进雍和宫。本王还怕他不成？昭昭最好别有事儿，不然什么二皇子、淮阴侯，老子今天就让他们看看，这大钱究竟是谁做主。就在这时，你是何人？这东西怎么会在你这里？回禀摄政王，小人是长公主府甄少爷身边侍从庆云。这布兜的小主人今天见过我家公子，我们驾车回去的时候，这东西就掉在街头。公子挂心，让仆从跟着，
看见有人扛着麻袋进了马车，但没见那小女孩。公子打听许久，才听说摄政王府在寻人，让小人拿着东西过来。那马车往何处去？你们可看清了？那马车赶得极快，我们没跟上，但看方向是永祥大街附近。这边淮阴侯府，袁昭昭狠狠踩了侍卫一脚，跑到旁边的台阶上，昂首挺胸，叉腰大声直视李嬷嬷。你敢！我爹爹是当朝摄政王齐襄，你打我就是打他，让我爹爹知道关你进。进哪里来着？对，赵玉给你上刑。爹爹，这个小妹妹太坏了，我好心和她玩，她竟然放老鼠咬我，罗瑶好疼。什么？被老鼠咬到了？快让娘看看。难受吧？你的爹娘如今关心的都是我，爱是我的，金银财宝是我的，郡主的身份也只能是我的。爹爹，罗瑶害怕。李嬷嬷还不动手？要等本侯亲自动手吗？霎时针扎一般的剧痛袭来。老太婆，你哥哥带你下蛋呢，你好丢脸，羞羞。臭丫头，言辞粗鄙，简直猖狂之极，看我今天不撕了你的嘴。本王倒是要看看谁敢伤我女儿。爹爹，爹爹。未到跟前就被齐萧高高举起，翻看一圈，见没受伤，这才放心的让他坐在臂弯上。本朝上有天子，还有王法，就是摄政王也不能入夜带兵擅闯我侯府。今天这事，还请摄政王给本侯一个交代。哼，就凭你侯府私拐我幼女，还想要打她？本王现在没有拆了你的侯府，就算不错了。来人，把那贼魔扣下，责打40大板，以儆效尤。是，王爷。黑甲军动作迅速。摄政王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动手，求王爷饶我一命。李嬷嬷臀部已然血肉模糊。昭昭，你就原谅嬷嬷吧，她不是故意的，而且她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会死的。求摄政王饶嬷嬷一命吧。王爷明鉴，侯府并非拐带，只是孩子们年龄相仿，玩在一起罢了，都是误会。原来套麻袋、乖柴房、挨巴掌是玩耍呀！爹爹，昭昭明白了，下回我也邀请他们玩耍好不好？尸体被拖下去。爹爹，可不可以把刺猬、猪猪叔叔带走？行，都带走。都跟昭昭享福去了。这都是我侯府的东西，怎么能拿？不行，都给我留下。昭昭，今天可还有人欺负你？有。侯，怎么欺负的？袁昭昭屁股一扭，从他腿上滑下，像个炮弹一样冲过去，拿出吃奶的劲儿，狠狠踢了袁哲2脚，然后翻回来，用力把袁洛瑶推倒，把没防备的孙姨也带了个跟头。摄政王，你当众教唆这孩子殴打我一双儿女，简直欺人太甚。淮阴侯多想了，这不是你夫人说的，孩子年龄相仿，玩在一起吗？别太当真。你别的不说，我是郡主，云昭昭以下犯上，就是该罚。没错，既然摄政王如此刚正不阿，那就请为小女做主，罚云昭昭。且慢，侯爷，云昭昭可是皇帝亲封的昭阳郡主，身份贵重，不可罚。昭阳郡主？不可能，她只是摄政王一女，乡下来的贱民，没有资格。放肆！圣旨在此，上有元帝印宝，怎能有假？郡主可不要妄言，当心连累侯府上下。小女童言无忌，绝没有冒犯圣上之意，还请摄政王恕罪。你们听好了，昭昭是我亲生的，绝对不是什么义女。再有下次，本王割了你们的舌头。没错，昭昭就是爹爹亲自生的，是爹爹的小宝贝。小郡主，该改口了，叫父王才对。
父皇，那是什么东东？饿了吧？走，爹带你回家吃饭。哦耶！昭昭肚子早饿了，回家回家，爹爹快走！大批人马声音渐远。你还敢哭？今天差点因为你连累了我侯府。今天这事儿，你这个当家主母脱不了干系，还不把他带走？可怜我乖孙，大冬天掉进水池，快跟祖母进屋，别冻坏喽！